在蓝忘机自责又慌乱中，就要扒开他衣衫查看有没有摔到哪里时，便被细瘦白皙的手紧紧抓住，慌乱又惊愕中抬头，带着血丝的双眼便直直对了过来。魏无羡也不说话，只是这样死死地盯着蓝忘机，眼中是不知名的情绪，可无端让蓝忘机心里也压了一口气，憋闷的难受。醒了就好生躺着，别乱动。蓝忘机克制着自己的情绪，轻声道：身体会好的，想去哪里就告知我，会带你去的。见魏无羡还是不说话，他以为是这人因为身体缘故不能走动而动了气，低声安慰道：这些天因为魏无羡这被折腾狠了，破败的厉害的身体，固然气闷这人从不爱惜自己，可一颗心已经被磨得除了心疼还是心疼，只盼着自己小心照料下，会慢慢温养过来，也好躲过这一阵刀光剑影对这人不利的时光。魏婴依旧不说话，蓝忘机心里也慢慢渐急，轻声唤了他名字：还是把我带回云深了是吗？约莫好会儿。魏无羡才苍白的道，声里带着数不尽的疲惫与无力。蓝忘机没有回答魏无羡的话，只是小心温柔的为他拉拢裘背，强硬的用灵力过了一遍他的身体，心里却是慢慢的越发冷了痛了下去。这人便是如此讨厌云深与不信任自己吗？我说这里是云深，是近视是吧？魏无羡只是觉得蓝忘机默认了此事，可他越是不说话，动怒之中却是气糊涂了一般，想让蓝忘机亲口承认，舒适的灵力流淌入身体，确实会缓解几分痛苦，可他急于寻求答案，这般残破的身体又强硬不过蓝忘机，挣扎无效后，他便赌气一般动用身体的怨气抵抗蓝忘机灵力的输入，仍旧不能再动用怨气才能慢慢温养的身体，在蓝忘机灵力的输入碰撞之下，几乎牵扯魏无羡整个肺腑经络，猛不丁便呕出一口嫣红的血，大口的喘着气。魏无羡、蓝忘机意识他如此举动之时，撤回灵力已经为时已晚，如何也想不到这人会用这样的方式抵抗自己，几乎是又急又怒一般喝出他名字，随后是无力的自责与沉痛。这里是云深吗？哪怕这样，魏无羡还是强撑着一口气再一次询问道，他不知道自己为何就执着于这样一个答案，不知是怕自己暗沉生命中的最后一点光亮也渐渐失去，同旁人一样也只想述着自己，杀了自己，离开自己，还是怕这污浊的身体侵染了雅净的白，无端卷入肮脏的世间，或者又是怕自己最后仅有的一点信任也消失殆尽。他想通了，在知道自己的复活计划无望之时就想通了，回不去就是回不去了，只是哪怕他已经有了想要亲手结束一切的想法，哪怕他不配拥有，他也是一个人啊，也想留住最后那一点温暖。不是云深，这里只是我兄长隐处，声里带着不常见的沙哑与压抑，倒是让魏无羡一瞬间镇定下来，不知该说些什么，不着痕迹的抹去魏无羡呕出的血迹，快速轻点他胸间2下，顺手在他来不及反应之时，便把药喂进嘴里。整个过程蓝忘机都一言不发，只是略微颤抖的指尖，还是道出他心里的不平静与难受。魏婴，真的那么讨厌云深吗？在你心里又如何看我？不惜用自己性命来赌气，明明不止一次想要把这满腔的爱意与坚定说与这人，可一刻却是彻底扑灭了这样的念头。如此厌恶自己家的人，若是知道自己有了这样的心思，该是会怎样的厌恶自己？而这人又如何看待自己？在他心里真的相信自己吗？他不知道，也不敢知道。魏无羡没有回答，蓝忘机也没再过多的动作，安安静静的再一次小心试探，感受到他撤去体内的怨气时，才为他输送灵力温养，随后拉拢裘背，低声让他有什么事就叫唤自己。可声里是魏无羡许久不见的声音与礼貌，像极了初见时自己死皮赖脸贴上去那般，莫名的硌得他难受不已。直到蓝忘机轻声关门出去，他才真正的反应过来，自己是真的惹他生气了，不是云深，只是蓝曦臣蓝湛兄长的隐处，所以终究是他狭隘了，哪怕有些情绪是他控制不了的，而那个人该是被他寒了心吧，那样的生疏礼貌，明明就是动了气的，越想越是头疼烦躁，索性强撑着起身，他错了那就该好好对那个人说清楚的，藏着掖着算什么？蓝湛不是小气的人，他想说清楚就好了，明明还不到天冷的时候，推开门灌入房间的风，还是让魏无羡身体颤了颤，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这般怕冷了，这还是带着些温热的风，反应过来才释然一笑，大抵是自己身体已经不堪如此了，还小时总听大人们说，人生命快到尽头的时候最怕冷，所以应该也不远了，不用他自己动手也知道不远了，像是被什么激醒似的，那份渴望解释清楚的心突然间平静了下来，如此也是好的，
那他当真就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了，真正的可以来去自由，干干净净。自己这样的人，又值得谁为自己难过几分，或是失去这一身的清明雅正？这样真的挺好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还是有几分难过与苦涩，眼中突然间没有了光。他把门关上，坐回了床榻之上，呆愣几分后猛地吐出一口血，似乎听见门外脚步声越发近了，他才一下反应过来，急忙把黑色的外衫往地上一扔，使劲的擦去呕出的猩红。蓝忘机拿着一碗喷香的小米粥进来的时候，就嗅到空气中的淡淡腥甜味道。那人姿态随意的坐在床榻之上，玩弄着手中的嫣红发带，和唇角那刺眼的红线相对应。他一下沉了脸，放下手中的粥，下意识的便要握上魏无羡的手腕，被他堪堪躲过。蓝忘机的身体僵硬了几分，随后便死死盯着魏无羡唇角的红，强硬的再一次握上他的手腕。蓝湛，你大抵知道自己举动或许过于越界，明明已经下定决心收起自己对这人的心意的，可他还是忍不住，还是会害怕。有关于这人的一切不舒服，该是要告知我的。蓝忘机紧蹙着眉，低声说道，随后又恢复那礼貌疏远的模样，只是心里一片担忧。就自己离开的片刻功夫，这人脉搏又开始这般的紊乱，可偏偏还是那般无所谓的模样，当真让他毫无办法。心里盘算着该是让自家兄长再好好给他看看的，没有不舒服。关心后的梳理，还是让魏无羡心里咯噔的泛冷，习惯性的狡辩，顺着蓝忘机视线，他才知道自己哪里露出了破绽，可再没有像之前会慌乱，会有几分害怕，像做错事了一般。他总会小心翼翼的收起自己的不堪与脆弱，可偏偏总是暴露在这人面前，发现那便发现了，要解释些什么？于他慢慢变为客人的自己，是我不好，吃东西吧，再痛再难受，这人也不曾在自己面前诉说过，是他自己没发现，怨不得这人不讲。轻声致歉后，把粥重新端过了过来，习惯性的便要用汤匙喂这人，却是想到什么似的，又拿了张小几放置于魏无羡面前的榻上，把装粥的碗放了上去，一举一动都让魏无羡眼中生疼。他终于知道这人最大的气，不是叫自己与他打一架，而是慢慢的在他的世界把自己一点点关在门外。无奈的苦笑几分，他没有用汤匙，端起碗便往口中猛灌。魏婴，蓝忘机见此急忙拉住他的手，怕魏无羡吃急了难受，可他却是躲开几分推离，想要阻止自己的手。不消片刻，碗中便一滴汤也不剩。好吃，谢谢你。蓝湛吃急了的胃一抽一抽的疼得他浑身直冒冷汗，可面上还是强忍住不露出一点不适。